伙伴们，万分纠结中，我的 PS5 终于到手了。前段时间攒了点零花钱，就一直考虑买个新玩具，在 PS5 和大疆穿越机之间纠结了很久，还发了个动态听取大家的意见，所以最后如大家所见，我选了这个。来吧，马上开箱。实话说，除非你是刚需，现在并不是买 PS5 的好时机，因为价格每天都在变动，而且等到后期国行上市，这价格肯定会来个大跳水。所以虽然这是一期 PS5 的开箱视频，但真心建议大家再等一等，而且还有更重要的原因，后面会给大家讲到。拿出来了，还挺有分量的。我买的是港版，主要是因为日版贵了一点，而且还要改信道。箱子里还有一些东西都是套餐带的，选的是双手柄的版本，店家还送了一些零碎，还挺多的。除了手柄，还有保护套、充电器啥的，先把它们收到一边，一会儿再看。哎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，怎么没有封口胶纸的？上面也没有被撕开的痕迹，莫非 PS5 的包装这么好放的吗？或者说这是台二手机，心中有点忐忑呀。算了，继续打开看看。我之前还学了一些验机方法，正好可以试一试。这要万一买个翻新二手货，我这留下个视频证据也是好的。打开盒子，一份说明书，一个电源线，一个手柄。这就是传说中的 PS5 手柄了。都说这一代的手柄突破很大，至少从外观上好像确实比 PS4 的好看一点。不过我之前也看过一些消息，说这手柄普遍存在漂移问题，使用寿命不是很长，而且是硬件缺陷。所以这也是一个劝大家暂时不要买的原因，看看后期是否会解决这个问题。当然土豪玩家可以忽视，毕竟这一个的价格也才500不到。然后这里还有个圆形底座，实话说这底座有点丑。主机拿出来了，比想象的要大一些，比我坏掉的那个 PS4 大，这是我买这台 PS5 的原因。那台 PS4 刚过保修期，主板就烧了，1800的更换费用也不值得修好它。兄弟们，这包装也太随意了吧，钢琴漆面连个保护膜都没有。大家买的也是这样吗？还是我这台确实有问题？我咋感觉我真的买到二手机了，不会这么倒霉吧？哎，有了这个想法，看着它也没那么香了。算了，马上开机验证一下，否则我心中总是不踏实。哦，我想前几期视频中已经有朋友注意到这台显示器了吧？这也是我买这台 PS5 的原因之一。之前很多粉丝吓唬我，那么好的主机搭配那么小的显示器，所以一狠心就录出了这个。型号是 PG43UQ， 43寸 4K 分辨率，144次刷新率，1毫秒响应时间。这些奢华的数据意味着这就是一台电竞巨幕显示器。用了1个多月了，各方面感觉良好，唯一的缺点就是稍微有点贵，差1元满1万。所以有了这台显示器，再搭配个 PS5 不过分吧？现在我已经接好了主机，马上就要到验机的关键时刻了，还是有些紧张的。开机了，哎，有点小安心了。网上说已经用过的二手机是没有这个把手柄插入主机的环节的，所以出现了这个，我心中稍安。咱们继续，现在是选择语言，选择简体中文，设定互联网链接，这里要选择稍后设置。网上说这也是验机的关键，大家一会儿就知道了。然后就是一些常规的调整了，咱们加快速度。终于设置完了。来到最后的验证过程，紧张中，老天保佑！哎，完美！我这一台是新机器，据说这个宇宙机器人指南是事先下载好的，而重置系统的机器这个程序也会被抹掉，当你再次开机的时候，会提示你重新下载。这也是我刚才选择暂时不联网的原因。综上所述，这就是一台全新的港版 PS5， 同时也证明了 PS5 的包装确实很任性，也很随意。来吧，咱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内置的小游戏到底有何魅力，据说很好玩。首先是一段穿梭时空的镜头，出现一个同款手柄，似乎让我扣动一些扳机。哇哦，震动感太强烈了，不错不错，很有科技感。来给大家展示一下，这个地方是触摸板，莫非还能用它写字画画不成？很不错，动态感测。然后是麦克风，需要我吹口气进去。感觉以后我可以用它来练习肺活量。手柄熟悉好了，现在应该要进入游戏了。貌似让我滑一下，出来一个萌萌的小机器人。实话说，为了让玩家熟悉这个手柄，这个游戏真的做得很用心呀。接下来就是需要玩家操控这个小机器人，在这个 PS5 主机的硬件世界中完成一系列探险，从而熟练掌握手柄的各项功能，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。瞧，我们还可以利用体感控制机器人来完成指令动作。来一个体操动作，看起来用着手柄玩游戏还能健身呢。现在已经联网，主机正在升级系统，趁此机会咱们来看一下那些配件。首先是这个原装手柄，买2个的原因是万一一个没电不耽误使用，再说
还可以和朋友一起来个双人 PK， 不是吗？貌似也没啥好看的，和自带的那个一模一样，而且现在这东西应该也没有假货吧？瞧，一模一样。这2个是保护套，而这个是充电器，不过这充电器不是原装的，是副厂生产的。打开给大家看看。实话说，好丑，怎么看都像是2个高跟鞋拼到一起。这是充电的状态，这样看起来就顺眼多了。这个是硅胶保护套，手感还不错。这是套上去的样子，厚了不少，不如不戴的手感好。这里还送了2对摇杆保护套，瞧，还挺好看的。现在我已经更新完毕，并且也已经把 PS4 游戏继承了下来。首先给大家看一下现有的 PS5 游戏列表，我大概数了下80个，也就是说现在只有不到100个 PS5 游戏，所以如果你已经有了 PS4， 现在升级 PS5 的意义不大，主要是可选的确实不多。另外我还买了1年的会员，因为听说可以送20个游戏，就是这些了。我挨个看了下，感觉还没有那个自带的机器人游戏好玩，所以这5钱5花的有点不值得呀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，幸好还有几款不错的射击游戏可以玩，比如这个战争雷霆，这棵树有点挡路，红掉。现在我要去进攻敌军老巢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